第87手黑 B19是全局最大失误，胜率从57%暴跌至28%，损失31.6个百分点。最佳招法为 E12，可维持59%的胜率优势。春兰杯冠军奖金15万美元，是亚军的3倍。这盘决胜局的每一步都关系着10万美元的差额。李昌镐能否顶住压力，完成春兰杯2连冠？四星布局与右边接触战。第12手周鹤阳 Q9，这手棋损失了8.2%的胜率。最佳着手为 N3，可维持56%的胜率，而非落至48%。第18手周鹤阳 P7 过度延伸，这是全局第2大失误，胜率从47%暴跌至21%。最佳着手为 C6，可维持48%的胜率，避免26.9%的巨大损失。第19手李昌镐 K17脱先，未能抓住惩罚白棋失误的机会，损失12.5%胜率。最佳着手为 Q6，可维持80%的胜率优势，而非降至67%。第20手周鹤阳 N3，胜率从33%降至26%。最佳着手为 Q3，可维持34%的胜率。
第21手李昌镐 O2，损失8.1%胜率。最佳着手为 Q6，可维持75%的胜率。第22手周鹤阳 Q17，胜率从34%降至25%。最佳着手为 C6，可维持34%的胜率。第28手周鹤阳 Q15，胜率从21%降至12%。最佳着手为 Q14，可维持21%的胜率。第45手李昌镐 M16过度伸展，胜率从92%大幅下降至74%。最佳着手为 M13，可维持92%的绝对优势。
第49手李长浩 O13是方向性错误，74%的大优局面瞬间跌至46%。最佳着手为 N12，可维持75%的胜率。这手棋损失了28.8%。第53手李长浩 O18，胜率从45%降至24%，损失21.2%。最佳着手为 G17，可维持45%的胜率。第58手周鹤阳 G18，胜率从75%降至58%。最佳着手为 K16，可维持76%的胜率。第63手李长浩 F14，胜率从39%降至35%。最佳着手为 G17，可维持41%的胜率。
第67手李昌镐 C3，胜率从31%降至21%，损失10.6%。最佳着手为 F12，可维持32%的胜率。第75手李昌镐 B2，胜率从19%降至10%。最佳着手为 F12，可维持19%的胜率。第78手周鹤阳 E14，胜率从90%降至78%。最佳着手为 F6，可维持91%的胜率。第79手李昌镐 E15，胜率从22%降至13%。最佳着手为 F12，可维持22%的胜率。
第82手周鹤阳 G11消极应对，胜率从89%暴跌至65%。最佳着手为 F11，可维持89%的胜率优势。第86手周鹤阳 B18过度侵入，胜率从62%降至43%。最佳着手为 C12，可维持65%的胜率。第87手李昌镐 B19是全局最大失误，胜率从57%暴跌至28%，即便是石佛，也在世界冠军决胜局的压力下出现了动摇。最佳着手为 E12，可维持59%的胜率，这手棋损失了惊人的31.6%。
第112手周鹤阳第6，胜率从55%降至41%。最佳着手为 L15，可维持57%的胜率。第117手李昌镐 G3，胜率从54%降至47%。最佳着手为 A19，可维持55%的胜率。第118手周鹤阳1-2过度延伸，胜率从53%暴跌至29%，这可能是周鹤阳职业生涯中代价最高昂的失误之一。最佳着手为 K4，可维持54%的胜率。这手棋损失了25.4%。第124手周鹤阳 M8，胜率从21%降至14%。最佳着手为 K6，可维持22%的胜率。
第130手周鹤阳 N11，胜率从20%降至13%。最佳着手为 G17，可维持21%的胜率。第131手李昌镐 H12，胜率从87%降至78%。最佳着手为 M12，可维持87%的胜率。第135手李昌镐 H11，胜率从82%降至75%。最佳着手为 M12，可维持83%的胜率。第136手周鹤阳 S4，胜率从25%降至20%。最佳着手为 G10，可维持26%的胜率。第139手李昌镐 Q4 过早切入，81%的大优局面骤降至55%。最佳着手为 S5，可维持81%的胜率。这手棋损失了26.2%。
第140手周鹤阳坠9未能抓住反击机会，胜率从45%降至24%。最佳着手为坠时，可维持47%的胜率。第144手周鹤阳 M 时，胜率从24%降至18%。最佳着手为 M2，可维持29%的胜率。第148手周鹤阳 G6，胜率从22%降至10%。最佳着手为 O3，可维持25%的胜率。第150手周鹤阳 H 时，胜率从10%降至2%。最佳着手为 O3，可维持11%的胜率。
第165手李昌镐 P12，胜率从99%降至88%，最佳着手为 M12，可维持99%的胜率。第166手周鹤阳 S5，胜率从12%降至1%，最佳着手为 L2，可维持12%的胜率。周鹤阳曾被认为只要领先，连李昌镐都翻不了盘，但在这盘决胜局中，他在第82手至第118手之间连续出现失误，将到手的优势拱手相让。石佛的救赎，春兰杯2连冠。经过217手的激烈较量，周鹤阳投自认负。这盘棋堪称世界大赛决胜局中最为跌宕起伏的一局，双方在第18手、第49手、第87手、第118手多次交换领先位置。李昌镐在第87手犯下全局最大失误后，凭借第89至118手的精准反击序列挽回败局，展现了石佛绰号的由来。面对危机时毫无表情波动，完全依靠深度计算化解灾难。此役李昌镐获得据报15万美元冠军奖金，完成春兰杯2连冠，巩固了其世界第一的统治地位。而周鹤阳则在下一届春兰杯中完成复仇，夺得第6届春兰杯冠军。